大家好，老韩，今天呢，咱们来看看2023款的现代的 Palisade。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现代的 Palisade 呢，是由现代集团在2020款上向美国推出的一款定位在中型3排座的 SUV。也是目前现代品牌在美国市场上最大的 SUV， 也是旗舰 SUV， 跟起亚品牌的 Telluride 是姊妹车型啊。这两台车一经在美国上市之后，便取得了在市场上呢良好的积极的反馈。特别是由于最近缺车这两台车呢在市场上目前也是一车难求。那即便现在我们在 dealer 呢都没有看到过成片的车那这台车呢出来也有几年了，在2023款上迎来了它的中期改款。那在2023款车型上，外形尺寸呢依然没有改变。Palisade 和同平台的 Telluride 呢，它俩的外形尺寸非常接近轴距和高度是完全一致的。在长度上 ，Telluride 呢要长了0.2寸，宽度上呢 Telluride 要宽了0.5寸。那这个 Palisade 呢，在除了高度之外，在其他维度上尺寸均大于日系这个细分市场的头牌这台车的整备质量呢，从4171磅到4506磅不等。悬架呢，前悬采用的麦弗逊结构，后悬采用的多连杆结构的设计。在高配车型上，在 SEL Premium 以上的级别上，标配了自动水平的减震器。2023款车型上，目前依然还是只有一款动力总成就是 3.8 升 V6 发动机，搭载8速自动变速箱，最大马力为291匹，最大扭矩为262磅费。全系有2驱和4驱可以选择，最大拖拽能力有拖车刹车的，最重可以拖到5000磅，没有的最重可以拖到1650磅全系油箱容积呢是 18.8 加仑的。EPA 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Palisade 前驱车型油耗是22 mpg， 四驱车型呢是21 mpg。现代品牌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5年或6万英里的整车质保，10年或10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这台视频车呢，还带了3年或者3万6千英里的免费保养。在2023款车型上，一共分为5种基础配置。那 SE 级别都是8座版本的SEL 呢是可以选8座版本的，也可以选7座版本，其余其他级别都是7座版本。2023款的车型在 SEL 级别上面还设了一个 XRT 的级别，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款，也是这一段我在体验的这款车型。这个级别呢，在外观提供了深色的配色为城市公路 SUV 呢增加了一些野味儿。看它的广告呢，也是那种上天入地的感觉那在配置上呢，这个 XRT 配了包括深色的20寸的轮毂、深色配色的外观套件、黑色的行李架、标配天窗，内部的皮革座椅呢颜色也是黑色的。那今天咱们看的这台车是这2天我在体验的一款2023款的 XRT 四驱车型。3.8 升 V6 加 8AT， 这台车没有装任何的选装包，没有任何的选装项完全就是基础配置。配有前行碰撞避让辅助、盲点碰撞警告、后侧向交通碰撞避让辅助、道路跟随辅助、驾驶员注意力警告、LED 的头灯、尾灯、日行灯、自动防眩目的外后视镜和内后视镜，配有感应电尾、高速驾驶辅助、加热电调的前座椅、第2排2个单独的座椅、12.3寸的平价导航等等配置含运费的 MSRP 为43960。这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总装下线工厂均来自于韩国工厂。那这台车呢，作为2023款，它在外观内饰设计上有一些微调同时升级了12寸的屏加导航，升级了 WiFi 热点、数字钥匙，新增了 Blue Link 的功能，免费使用3年，更新了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司机座椅，升级了远程控制、智能停车辅助，增强了前行碰撞避让和高速驾驶辅助。那作为2023款的车型呢，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外观的改变了。其实我个人认为车跟人差不太多，只要是大车，只要是大，你怎么设计怎么有。一般小车是比较吃功夫的，设计出来了，你小车如果设计不好看，是真不好看。那像这种尺寸到了一定级别比较大的车，怎么设计其实都不会太难看。前脸呢是外观改动比较大的一个位置
之前呢，大家知道它的设计呢，多是以弧线，多是以圆弧的造型为主的，在设计这个前脸。但是在2023款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前脸的设计线条呢更加硬朗啊，多采用这种直线的线条，显得是比较有阳刚之气的。坦率的讲呢，对之前的没改款之前的造型呢，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因为造型太复杂了，而且多是那种弧线的造型。但是你看这23款上，那从阳刚气、从硬朗的风格来讲，我觉得是比之前改善不少的哈。你看这设计师多看过我视频是不是有好处？你设计就有思路了啊，太臭屁了，我都想打我一顿。前面的灯组呢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啊，还是分体的灯组。上面呢这两个是转向灯，这一个大括号呢是做了一个日行灯。那主要的照明灯组呢是集中在下方这个位置哈。旁边呢也设计了一个导风孔。顺着中网的这两条线呢，在发动机舱盖上起来两条大筋，这两侧呢也有个造型，这样整个看起来发动机舱盖上力量感是比较足的哈。由于这车呢是 XRT 版本呢，前面全部都是黑色配色哈，没有任何的镀铬亮条的颜色。侧面造型呢跟改款之前相比变化就不大了哈，比较长的、比较大的一个尺寸，配合上比较复杂的线条勾勒，笔直的腰线呢从前贯穿到尾，门上呢也做了很多造型。虽然是 XRT 版本，这车在侧面依然使用了镀铬亮条，把窗边进行了勾勒啊。当然，它这个镀铬亮条勾勒呢，形状也是比较复杂的。地柱做了一个黑色的隐藏式的设计哈，有一个飞檐的设计，这个跟之前都是一样的。4个轮毂呢各做了个造型，看着是比较有力量感的，有运动感觉。这台车包括行李架、包括轮毂、包括侧裙，全部使用了黑色哈。在后视镜上依旧使用了造型比较复杂的半圆形的转向灯的形状哈，这个呢我觉得多少也可以有改进的空间。这台车的车门下沿呢也把车体下沿包上了啊，这样下车裤脚子不至于蹭上泥。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不论是前门后门开启的角度呢都足够大，而且这台车呢它的前门的侧窗玻璃采用的是双层夹胶玻璃啊，你看现代也是够拼的了，在这个4万档这个车上现在都是双层夹胶玻璃。从尾部来讲呢，感觉到变化并不大啊，比较方正的设计，进一步呢保证了后备箱空间和第3排乘客的头部空间。灯组的设计呢，依然保留了这种半圆形、括号形的设计哈，跟前方的日行灯灯组跟侧方的转向灯都形成了呼应。这半部分的装饰板呢，用的是银色的，这样当你晚上把灯打开以后呢，就像这个小饰板也像一个灯的一部分，显得灯组面积比较大的哈。这种比较讨巧的设计呢，现代在很多车上都已经用过了哈。把众多的 logo 呢放在中间这个部位了。同样 Palisade 和 Telluride 它们相呼应的是字母和字母中间的间距是比较大的。个人认为呢，如果给它做小点放在一边，可能会显得更高档一些哈，这是个人的一点意见。这台车呢，下面还有个相对突出一点保险杠的平台的设计哈。那下面呢，就是把反光饰板和倒车灯全部推到了劳动第一线啊。下面它并不是很粗犷的将这种黑色塑料一铺到底，下面呢还有这种平滑的黑色装饰面板，在粗犷当中呢又透露了一些细腻哈。排气管子依然是2个排气管子放在一起了，放在右面做的直出的形式哈。这是这车的钥匙啊，这也是现代家族的通用钥匙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级别上，这台车呢并不带车位驶入驶出的功能了。大家可以看到哈，当第3排座打开之后，或者说当第3排坐上人之后，后备箱空间就不是很宽裕了。进深呢，不到1掌臂的进深哈。右面上面有个挂钩，下面有个勾点。左面呢，这有个12伏180瓦的充电器插口，下面呢是放倒第2排座椅的按钮。这个价位上就有放倒第2排座椅的按钮，我感觉还是挺良心的啊。盖板掀起来之后呢，这边是千斤顶，这是简单的随车工具。这台车呢是有备胎的，备胎是从下面放哈。大家看到这种尺寸的 SUV 呢，当把第3排座放倒之后，你就是第3排座不坐人了，后备箱空间是非常哇塞的哈。第2排、第3排座全部放倒之后，整个平台还是非常平的哈。第2排座稍微有点仰角，但仰角并不大，问题不大啊，这样空间就非常理想了。那坐在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2023款的车型中控在保持上一代整体风格没有变化的前提下，
对部分设计呢进行了微调。方向盘呢在2023款的车型上就使用了家族的通用件哈。那另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呢，就是中间这个空调出风口哈。中间的空调出风口呢由之前的2个单独的设计，这次呢整个做成一体式的了，贯穿式的。这种设计呢也是向家族的豪华品牌 Genesis 致敬哈。最上面呢还是保持着2块大连屏的设计，只是它这个大连屏呢并没有把2块屏的平面放在一起哈，有一个错落有致的感觉。仪表盘离驾驶者稍微能远点哈。从左往右呢，在方向盘左侧有一些键子，分别是控制仪表盘亮度的、拖车模式、电子稳定系统的关闭、后备箱开关和电子手刹。它这个仪表盘呢，采用了1块液晶屏的形式，但是这个液晶屏呢，可玩度并不是太高哈，只有在中间那一块传统的行车电脑的位置是可以调节的。透过方向盘右侧上面这个菜单键，加上下面这个上下拨轮，往下按是 OK， 用这一套键子来调节中间的行车电脑。左面就显示的时速，右面呢显示的转数，左右显示都不是传统的指针样式，都是数字的形式哈。包括左下角的油量和右下角的水温，也都是用这种电子形式显示出来。当你调节到不同驾驶模式的时候呢，左面这半圈和右面这半圈的灯带颜色会发生变化哈。智能模式、运动模式、舒适模式、经济模式、雪地模式。作为2023款的升级项目之一，这个方向盘呢也统一成了家族的通用件。现在呢，在很多现代品牌的车上都已经采用了。方向盘的皮质感觉非常细腻哈，粗细适中，不算太细。这个方向盘3.9点呢，刻意的做出来一个造型做的还是挺深的哈，抓着呢还是挺舒服的。方向盘上面按键的布局呢，也是家族的风格。在左侧这些快捷键呢，是语音电话、多媒体音源的调节，下面还有个自定义键哈。那右侧的键子呢，主要就是跟调节行车电脑、辅助驾驶和智能巡航有关系的。后面有2个换挡拨片，包括后面这2个白杆哈，左面灯光白杆也是有自动远光的，右面的雨刷器白杆，这都是家族的通用件了哈。这个屏呢，一看就是大集团的通用件哈。整个屏幕呢是一个触摸屏，直接拿手上去触就行了。好在这车呢下面还有一部分的实体按键哈。屏的配色呢，跟家族的其他品牌多少有些区别哈，但大致上一看就是一样的。里面的显示设置也都是常规项目，它这个 iPhone 的 CarPlay 和安卓手机的连接还需要插线的哈。这台车呢没有全景影像，驻车雷达呢也只有后方才有，前方没有哈。后方影像加后方雷达示意图，后方俯瞰效果。这台车呢也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的哈，这个我还是很欣慰的。上面这一条呢主要是跟上面这个屏有关系的，包括多媒体啊、导航啊，可以透过上面这些快捷按键来调节。中间这部分呢，第2部分呢，这是空调的调节，它上面有个液晶屏。这个车呢是3分区空调哈，按键的个头呢都挺大的，按着的感觉也还可以哈。按键式换挡机构呢，也是现代比较力推的一个换挡机构哈。R 档、N 档、D 档在一侧哈，全部是按键式的，然后 P 档呢在这边。那如果大家没用习惯呢，上来肯定要习惯一段。那如果你家还有个别的车，你2个车换着开，那确实也是个课题啊。Alt Hold 键、驾驶模式的调节、陡坡缓降、驻车雷达、自动启停关闭、全车影像。这车只有座椅加热，没有座椅通风。中控台的材质呢，并不是那种光滑平滑的材质，是有一定磨砂质感的材质哈。这台车的中间呢也分2个层啊，下面呢还有2个充电口啊，左面这是12伏180瓦的，右面那个是小充电口。这面呢有2个水杯架，水杯架呢之前咱们也介绍过哈，它用点小心思，它这2个挡板呢是能够收起来的，收起来之后呢，这就变成了一个较大的储物格啊，用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当你需要放水杯的时候呢，一按这个钮，一按这个钮，它就形成了2个水杯架哈。那坐进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将座椅调到最低，空间没有任何问题哈，哪个维度的空间都没有问题。2023款的车型呢，官宣4机位的座椅呢，进行了重新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哈。那坦率的讲呢，我坐在这个座椅上，我也很难想象出来之前的座椅是什么感觉了。那咱就只聊这个座椅吧。这个座椅呢，虽然它的调节项目都是传统的项目，包括腰靠呢，只是2项调节哈，但是坐在这个座椅上，并没有感觉到身体哪个部分被呵护的不好啊。坐在上面确实感觉到每个部分都能给你一个良好的呵护。那尤其这2天呢，有几次比较长距离的驾驶哈，坐在上面呢，感觉到也没有什么槽点哈，还是挺舒服的。当然话说回来了哈，在这个价位里，4机位的座椅也不应该有槽点哈。那坐在这台车里呢，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现代风格，包括全身周身使用的现代家族、现代品牌的通用件，包括坐在里面这个新车的味道跟现代家族呢都是一脉相承的哈。当我把座椅调到最低呢，在我这个身高看来，
我的左手、我的右手都能很自然的搭在左面的门板和右面的中央扶手上哈。那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我调我的座椅的时候，喜欢把座椅调的稍微往后一些，可能比我这个身高啊调的更加往后一些哈。我喜欢前面有一个宽敞的感觉，不喜欢什么东西都离我太近的感觉哈。那当我把我这个座椅调到适合我的位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椅背已经过了 B 柱了，就显得它这个方向盘的方向柱啊伸缩的距离非常有限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推到最前面，这是拽到最后面。那当我把座椅调的比较靠后的时候，就显得这个方向盘呢纵向调节的空间不是太大了，握方向盘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够不到的感觉哈。当然这个肯定跟我的胳膊短是有关系的，但即便我胳膊短，在大多数的德系车上这个问题被解决的也是很好的。第二排坐进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剧院式阶梯的效果，第二排的视线呢要比第一排视线要稍微高一些。那即便它有一个抬高的效果呢，感觉到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哈，头部空间、腿部空间，而且这个腿部空间呢还是这个座椅稍微靠的比较厚的一个感觉哈，腿部空间也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排的座椅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首先感觉这个座椅啊够高够大，椅面呢够长够宽够高，可以给腿支撑好，腿放在上面呢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没有蜷腿的感觉哈。其次呢，感觉这个座椅填充材料是比前排稍微还能软一些，感觉这个座椅坐的还是比较舒服的，身体可以很自然的陷进来。虽然看着呢视觉效果上这个座椅可能不是太大太宽那种沙发的感觉，但坐着还是挺舒服的哈。座椅前后调节，这是最前的状态，这是座椅调到最后的状态，椅背仰角最大，扶手的高度呢是可以调节的哈。由于这台车呢并不是豪华定位，这个级别呢 XRT 呢它又是一个中等价位的配置，里面的配置呢也只能说仅仅够用吧。空调出风口呢放在了头的前上方哈，那现在空调出风口都往上做了，两个阅读灯放在这了。中央扶手的后端呢是后排空调的调节，下面呢有一个12伏180瓦的充电器插口，两个小的充电口呢分别放在了前排两个椅背的侧面哈。这前排座椅后边这个大皮兜子做的还挺用心哈，里面是个兜子，外面呢还有个网，包括呢这块还有个网哈，可以夹个手机啊，夹个零碎的东西啊。杯架一大一小，门板上各有一组。第二排座椅呢可以单独把椅背放倒，然后在肩膀在下面各有一个按键，一按这个按钮呢，座椅自动往前，方便第三排的进出哈。那如果按键失效的话，在右侧座椅的左下角，在左侧座椅的右下角各有一个红色的拉绳啊，一拉那个绳呢，座椅自动往前了就。现如今呢，随着 Mini Van 市场的没落，随着 SUV 市场的兴起，很多厂家呢也宣称要用 SUV 产品去替代 Mini Van 产品。就第三排空间和后备箱空间来讲，真正能够跟 Mini Van 抗衡的，真正能够跟 Mini Van 有一样的良好的空间表现的，可能也就是那几个大 SUV 啊，那些全尺寸的大 SUV。那就目前这些中型 SUV 或者在中型里面稍微偏大点的 SUV 呢，他们的第三排和后备箱的空间表现呢，还是没有办法跟 Mini Van 相抗衡的哈。那如果大家特别在乎第三排空间表现和后备箱的空间表现，目前来看，可能还是 Mini Van 是一个最经济、最划算的选择哈。那作为成年人来讲呢，坐在第三排，你正襟危坐的话，头部空间是没有问题的。你脑袋稍微往后靠点呢，头可能就碰到了棚顶啊，因为后面有个梁。腿部空间呢，我的腿是能进来的，这个座椅呢靠的也是比较靠后了，腿是能进来，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椅面不够高、不够长啊，不能够给腿支撑好，腿只能蜷在里面。你这样长途驾驶的话，成年人肯定坐在第三排就不太舒服了哈。那第三排适合坐不需要坐安全座椅的小孩哈。空调出风口呢也是放在头的前上方，后面有个灯，既能照后备箱，也能照第三排空间。这次这23款的车呀，并没有针对机械结构和动力总成做任何改进哈。坦率的讲，开着的感觉呢，跟改款之前没什么区别哈，基本一致。首先，动力感觉到还是比较充沛的哈。在这个级别里面，如果我们把这些 V6 3.几自吸的发动机横评的话，它这台发动机属于动力表现比较良好的水平。你看这车又是 V6， 又是3.8，还是自吸，从这些技术路线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动力输出呢是直来直去的，不藏着，不掖着，也不用在那攒劲儿，也不用合计哈。动力输出的效果完全是跟油门的开度成正比的哈。
你想要多少你就踩多少，你踩到哪儿，发动机呢就尽力给你反馈到哪儿，直接不算计。发动机在各个速段表现的都没有槽点啊，不论是你静止起步，还是在高速上行驶的20加速，哪怕是你来个地板油，动力反馈呢，大概率都不会让你失望啊。单纯讲过日子是足够用，如果你想稍微的抖擞一下呢，你还可以切换到运动模式，在同样的油门开度下，运动模式会让发动机迸发出更凶猛的动力输出，拉高升档转速，更加频繁的降档。其实我本来想用这个运动模式一直开来的，但是它这个运动模式下呢，每次当你急收油的时候，当你收油门的时候，速度下降的都比较快哈，车身呢都往前窜一下。一想到这个效果呢，我又乖乖的切换到了舒适模式。发动机也是属于比较安静的发动机，只是在你大脚踩油或者静止大脚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像急眼了又不像急眼的那么一个咆哮声。除此之外，发动机呢，不论是在怠速还是在匀速行驶的状况下，发动机都不算吵。发动机和变速箱配合的也还算合理啊。开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合理的顿挫感，哪怕是在你蠕动的时候，车身的晃动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哈。这次我发现个问题，就是这个车呀，每次当你在 D 档切换到 R 档，或者在 R 档切换到 D 档的时候，反应似乎稍微有点慢。这次呢，我也试了一下近乎于满载的表现啊，车上呢坐4个成年人，我就算小块头的了哈。后备箱呢装了一些东西，在这个状态下，动力表现依然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发现有吃力的感觉。这台车的刹车表现呢也还算可以哈，刹车踏板呢是比较紧致的，没有框亮，脚一搭上呢，车马上就有反应，整个刹车过程也是比较线性的，不会有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即便是你深踩刹车，也不会感受到车身的重量，这点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哈。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低速算正好，谈不上多轻，但肯定也不会算重的哈。高速的时候，方向盘特别稳。切换到运动模式之后呢，方向盘在高速的时候就更稳了。这个车悬架的调教呢，在这个级别里面属于软硬适中，绝对不能算软的啊。但这个级别呢，它又不可能调的多硬，你整硬了，乘客他也不允许啊。行驶在高速平路，如果遇到个起伏的路面，车身会有一个上下起伏的空间啊，感觉到还是很紧致的，不会忽悠个没完没了。但确实能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还是以舒适为导向的。当低速行驶的时候，如果压一个细小的路况，也会传递一个比较清晰的反馈给驾驶者。笼统的来说，这个车的悬架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丝德系的味道的。诚实的讲，如果一台车没有什么花活的悬架啊，没有什么电控啊，没有什么自适应啊，更没有空悬，能调教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调教还是挺见功底的，算可以的了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想要一些韧性的话，估计就得上手段了。整车的静音做的在这个价位里，在这个级别里做的还算可以的。高速匀速平路行驶的时候，发动机在2000转左右，时速呢已经达到了80英里每小时。匀速状态下，发动机的声音并不吵人哈，不扰民，风噪、胎噪声音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车把胎噪声能做这么小，我多少有点意外哈。这台车主动巡航加辅助驾驶的版本，在我看来并不是现代家族的最高版本。它在主动巡航的时候，它这个版本并不能够像其他更高版本一样，手一点转向灯，手上稍微给点劲儿，车辆呢就能实现自主并道，并不是那个版本啊。这个车的版本应该还是中规中矩。当然，前方车辆识别呢还算比较灵敏，有2次哈临线的车没看到我，它的车轮呢稍微有点压我这条线了，这个车马上就识别出来，马上就开始减速了哈。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车当打开道路保持功能的时候啊，仪表盘灯亮起来之后，方向盘呢就总像舞蹈2似的哈，不断的在细微角度找方向，给人一种直哆嗦的感觉。我实在是讨厌这种不稳重的感觉，关它，必须关它，不用它。不知道这种感觉在高配车上会不会好一些哈？这台车呢也有现代家族的一打转向灯，如果盲区内有车，全车的音响的音量呢会自动降低的功能啊。这车呢音响一般，从中配这个角度考虑呢还算可以啊。但如果在4、5万这个价位来说的话，多少它还是有点进步空间的。这车呢咱们也唠了好多次了，那从动态上总体来讲呢，它算是一台中规中矩的、尽职尽责的、动力性相对较强的、有着谨慎的舒适性的、适合过日子的中型 SUV。综上就是这个 XRT 2023款 Palisade 的一个体验视频。那我们先说这个 XRT 版本，
那这个 XRT 版本呢，外观更加硬朗一些啊，有一点硬派越野车的感觉。外观内饰的配色呢，主要是黑色配色为主，这个呢就见仁见智了，看大家喜不喜欢了哈。这台 XRT 车的配置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如果单纯说配置，并不是太高。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了这个车的价位，再结合它只是家族当中的中配车型来讲，这台车的配置还是比较有诚意的哈。Palisade 和 Telluride 这两个车呢，自打上市之后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空间上、动力上、配置上都是它的强项哈，都是它的卖点。那2023款车型在外饰、内饰以及软件上做出了一定升级、一定的改变，无疑是更加增强了这台车的实力和竞争力。那单纯从产品来讲，这台车没有什么槽点啊。那目前的问题是市场上缺车导致的，这台车一车难求哈。那如果有朋友想买一台空间稍微大点的中型3排座 SUV， 在3排上呢，没事还可以应个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车啊。当然，现在这车呢肯定是不好买了。以上视频，谢谢大家。